啊，没当吗？没叮当，没叮当。这就丹顶鹤的一个骨架跟它的模型，大概2公尺左右应该跑掉的啊。那个丹顶鹤呢不够，他们在1924年发现只剩下10多只而已，他们就认为可能就不这样保护下来的话，它可能这个东西啊，这个动物啊就不见了。北海道北海的当天到底能不能？冬天就是要赏雪。我们现在从这一个机场准备前往这一次，我们在冬天要去北海道喽。来，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新千岁机场，那现在准备去玩喽。下雪不会冷。反正呢，看到雪就对咱这个当热带国家亚热带国家的人来讲就是很开心很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北海道雪这个东西呢，在北海道呢，基本上呢没啥强了你那强的时候呢，这整个气候呢，大自然呢就开始有很大的危险了。北海道冬天到底冷不冷呢？其实北海道的当天呢，当然你有强烈的冷气团下来呢，也变加刮。正常来讲，其实北海道我并不觉得它冷我相信这道铁人呢，应该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相反，因为北海道是一个加大蛇的所在，日本加这所在加大蛇，这种干燥的气候呢，你的体感温度如果是0度的话，大概体感温度都给我多所以了解不我干嘛除了强烈冷气团来袭呢？不然北海道真的没有想象当中冷成这个样子，但是它的雪下得非常的多，非常的漂亮。滑雪了！滑雪了！哇塞，这个到北海道了，马上来重头戏马上来滑雪片刻不停留赶紧的落雪比落雨较好啦因为这下雪下到身上拍一拍就好了。而且我们一抵达之后呢，马上就来一个重头戏滑雪。来，这个其实我们不是滑这个雪橇啦雪橇需要上课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一般呢是滑雪盆一个好像那个不倒啊那这种雪盆呢，其实我觉得老少咸宜啦，大家玩起来都很 OK。而且这个雪盆旁边呢，跟我这个冬也在和你动静蛮好玩的。你要下去的时候脚起来，来旁边不落去还有跟各位讲其实你那个脚右脚一撑应该往这边的样子好，左脚一撑往这边的样子，试试看，应该来，妹妹你做示范，好，再下去脚抬起来，好棒不一样啦。趴起来，哎，这边也可以这边。
下来。啊，没当吗？没叮当，这是当。你用卡滚一个，你用卡，嘿嘿嘿。一个呗。这个很开心吧？哈，一定是很开心的。这个你看，每一个人啊，不做太可惜了。很多人看到说这个滑雪就啊，我不要滑雪，我不要滑雪哈。这个闹的滑雪了，这个是玩雪了哈，生水了哈。想到啊，你个看这哈，老少咸宜啊，冬天不滑雪哈，这都可惜了哈。当天哈，哎多动哦，有时候在家里面哈，这类东西病有无吼，这类拢规个人神叨叨能搞。边滑边拍，边滑边拍有没有哈？他在这个让大家感受，其实也不会很刺激的哈。那婉婷安那出了来哈，安那 hip 的来哈，大概感受着滑雪下来的速度哈。你看哈端那款，你会觉得很刺激吗？不会哈。所以婉婷下一次你要被他管哦，从更陡的地方滑下来，我来公升起来哈。你看哦，这个旁边也有护栏哦。基本上，除非你非常的行动不方便哦，不，其实你坐了推了料哦，哇，那个重量压下去之后呢，你鬼也出得来不太容易说这个说会并过来做困难的啦，因为那人安尼起安尼它坡度也不是很陡。学的呢，边滑边踩。哎呀，看好滑完之后呢，开始开始 Q 笨手，不是这个是堆雪人哈，那这个雪有一点硬啊。来，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一边呢，这个我们就别上去了哈，这个是专门滑雪的人上去的。来啊！挺手。但是我今日走的时候，无去挂到诶，等了中午。来，你们还有没有？往哪里？哦，哇，你哪里？我常常讲的就是安尼这个出门就是安尼，加好佚佗哦，加快乐掉，了解无？这个真正出门呢，尤其是呢，我常常甲所有人，你看这弄学生户外教学在亚洲来讲台湾算是户外教学比较少的当然我们不要跟中国比了这个但其他国家呢，户外教学是非常的频繁坐在教室还不如干脆出去到外面这个做户外教学，尤其像日本这种国家滑雪几乎是很多学校必备的课程其中一项。OK， 来，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池田葡萄酒城来欣赏看看在北海道所酿造的葡萄酒。
那个脏的东西啊，那个为了要温度的那个高的一个条件长期保存哈，所以呢，它慈圣外在制造开始的1963年以来，长存的熟成的 wine 哈，那它不是要贩卖为目的，它试验研究的，这一个实验研究为目的所保存的啊，所以你看起来它这个很多那个刚刚拍过的物件哈，这马是石油，哎，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以研究的目的，不是以贩售为目的的啊。有些就是经过完那个木桶之后呢，再经过瓶装，瓶装之后再来一次的啊，那个让它熟成，那保存呢就用横的去放着，那这保存下来。那听说这样的那个出来的会变有另外一种比较柔和的味道，那酸性比较不会那么强啊。那以前装啊是这样一个一个装的啊，不像说现在机器装过去吃一路来。啊，干燥起来呢，一罐一罐蒸，然后也是一个一个来打瓶酸，那一个一个包装这样子啊。来，咱的赛场呢，当家的介绍这个池田葡萄酒城哦，在石胜池田丁山坡上的池田葡萄酒城哦，其实呢，应该严格的来说，这个所在是葡萄酒的研究所哈。因为伊外口面的这个建筑呢，足像个中世纪的欧洲的古的城堡哦，所以呢，这个所在呢就叫做葡萄酒的酒城。即摆一定是来到石胜地区，一定会来参观的一个所在哦。欣赏北海的这个风景哦，佮会使来到这个酒城来遮看嘛，这个北海道所做的这个葡萄酒，甲这个。一般咱欧洲啊，其他的所在看到什么无共哦？这个北海道的热天呢，其实呢，日照的区块就蛮大的，还蛮棒的哦。那它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来对有为这个一寡做酒的这个方式啦，啊，有发酵室啦、酒窖啦、制酒设备啦，也可以品尝试喝十胜酒的，里面也有欧米亚给哦，你也使买来对欧米亚给哈。这个里面呢，完全哦就是一个酒厂哦。但是我还是觉得日本的酒厂呢，多了一种什么？多了一种日本人的氛围啊！你不能这代机哈，比较细致啊，比较你说吹毛求疵也可以哦，你说呢体贴也可以啊。他们进来店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种葡萄酒哦，里面的架色跟成色白色。那葡萄酒呢，其实应该说。每一个地方纬度所种植出来的这个葡萄，跟也风俗民情呢，都会让这个酿酒，还有酿酒的技术呢，都会让葡萄酒喝起来的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哈。那这个19世纪呢，大家才知道酒是由酵母菌发酵生成的哈。如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酒，已经是传统技术跟科学知识的绝美饮品了哈。所以呢，这个爱啉酒的人哈，懂得喝酒，懂得品酒哈。更懂得呢什么洒什么是酿造酿造酒，什么是蒸馏酒哇，这个学问很多的然后呢，如何让酒精呢发酵，酒精的浓度呢，这个经过减压蒸馏这个葡萄酒的香气呢，真的。这个要很厉害的人懂得品酒的人，你该怎样品酒的人很厉害的葡萄酒啦，像那红酒，像那白酒如何品尝清酒、红酒跟这个白酒有什么不一样红酒跟白酒呢要配合什么喝各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就说，懂得品酒的人就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酒上面呢，所带来的这种文化还有酒上面呢可以。了解的地方基本上红酒配红肉，白酒是配白肉啦两种无同款的配法所以人上侪人讲的就是白酒是啉吃海产你吃的红酒呢吃牛排你吃的那这个酒跟发酵的这个时间点也不一样卖的价格也不一样。看到酒呢，总是品尝一下不错啦
小饮一下呢，对身体状况身体健康是好的哈。红酒跟白酒最大的差异呢，红酒会使保存较久哈。红酒的酒呢是挂在了葡萄皮哦，这会类哈，所以以这个吸收了葡萄皮红色红色素跟单宁啊，所以这个红酒口感的涩度啊，跟它的果香呢比较强烈一点哦。那白酒呢比较没有办法像红酒保存那么久哦。那白酒哦，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呢，无浸配哦，也生度也清晰度哦，保留的果香呢比较不一样哦，还留有一些花香哦。所以呢，这是无同款的做酒的方式哈，红酒跟白酒哦，所以现在这里是红的，这里是白哈。那另外呢，我们还有看到的这个香槟啊，香槟呢，其实呢，这个香槟气泡酒呢，这个最有名的当然是在法国北部的香槟地区哈，按照香槟的酿造法呢，也是一样哈，这个用这个不一样的酿造方式呢，酿造有气体的哈，所以香槟酿造法呢，酿造出的这个口感呢，有一点像汽水一样哈，又称为这个气泡酒。哦，当然啦，咱讲到这个澳洲哈，最著名的当然也就是葡萄酒的一个况哈，还有这个木塞哈。为什么红酒要塞木塞啊？17世纪的中叶，软木塞跟葡萄酒呢，不是啤酒啊，葡萄酒才真正的联系在一起哈。那这个毛瓶玻璃塞呢，不时的出现啊，就是玻璃罐啊，加上这个软木塞哦。那这个软木塞是为什么用软木塞呢？这个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用橡木来塞住葡萄酒壶哈，在他们的带领下呢，就产生了这个用橡木作为瓶塞啊。有价吗？好吃啊！来问你好食无？你点点，较笑咧，你看你录影，你讲面悠悠，就好食，好真正。哎呦，所以啦哈，这些葡萄酒哈，然后当然阿北公料哈，这个当时的希腊人呢，用这个软木塞哈来塞上去哈，这个葡萄酒哈，软木塞在以前没有是主流，那个时候常见于用在葡萄酒壶跟酒罐的瓶塞，用会刻为擦哈酒歌，然后并在葡萄酒表层的滴上橄榄油，减少酒跟氧气的接触哈。在中世纪的时候呢，软木塞很显然的呢，完全呢当时没有被使用哦，一直到了近代的时候，软木塞才慢慢的被使用哦。那这个软木塞选择为什么到后来呢，会被使用呢？因为呢这个软木塞呢，其实呢，在这个地中海区域啊，当时它是比较好取得的橡木哦，因为这种橡木需要大量的阳光呢，所以呢它的树皮的质量呢跟厚度呢各有不同，但是呢这个树皮的柔软的保护层呢可以呢防止呢酒跟氧气当中的接触哦，而且呢这个酒葡萄酒，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葡萄酒要平放哦，放上去的时候那个软木塞会沾到这一个红酒，也可以使得这个软木塞呢不会变成了龟裂哦，不会让它呢变成爆裂开来哦。所以这个软木塞，别小看这个软木塞，做起来也是很不方便哦，不是很不方便，很不容易了。什么叫很不方便？很不容易了哈。这也就是为什么葡萄酒都用软木塞哈，这个跟欧洲当地的气候环境所取得的东西也有关系哈。这个的是不讲的，这个软木塞喝嘛加贵呢哈。来，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石胜啊，这个石胜温泉啊。温抓窟是我最喜欢的哈，这个温泉区呢，总是吃这个温泉料理哈，尤其是这个 buffet 啊，这个主轴餐呢，对家者人讲是最好的选择，像加鱼加肉，家己拣拢会使哈。
百鸟季百鸟季的盛典啊。今嘛咱开始暗下活动，哦哟，水无晚上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叫做是百鸟季彩顶华盛典那每年的冬天，有大概1000架左右的天鹅飞到石胜川的温泉避寒过冬。咱今仔到底石胜川温泉雪白的天鹅呢，就在这个河边这个过冬。浪漫又有巧思的日本人呢，于是以夜晚来临呢，天鹅幻化成光的精灵为概念呢，设计出音乐跟灯光跟雪为一体的一个露天的展览会场啊。想到今嘛变作寒的我会使跟你讲因为今嘛呢暗时啊，第2点今嘛有口风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寒那这个大型的音乐灯光秀就是我们当时这样子下来拍摄暗时啊刚才在看了灯光秀啦，早时要那看得到所以你说这个特色在哪边呢？就是呢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配合了这个日本人对于天鹅的幻想把它变成一种光柱幻化成光的精灵为概念设计的这种设计出来的在冬天才看得到的大型音乐灯光秀。完成了，这一张，耶！还没有，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个3号，啊，加油！每一年北海道冬季最如梦似幻的冰雪庆典石胜百鸟季，每一档1月份到1月底到3月之前举办的华丽祭典，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颜色最漂亮的祭典。每一年我们都会推北海道，每一年的北海道带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每一年下的这个雪的量也不一样这个石胜川公园广场上面呢，树立这个千几个大小不一的三角锥因为每一年也会有1000只的天鹅，大约啦来到石胜川，所以呢，石胜川也就在这边呢，用这个大小不一的三角锥做装置艺术，然后打上5颜6色的灯光，配合上现场还会放上一些音乐这个三角锥呢，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在寒冷的冬天一般来讲你若暗时寒这种较寒的所在人拢无想要出来踅街嘛，无想要出来行，所以这个时阵呢，你拍上这个三角锥这种灯光呢，制造一些呢这种让人们走出来的念头动力，你就行出来，对不无你破洞时阵呢，你甲看你当天就揪起来闭伫厝内底也不是办法，所以呢，不要小看了。其实很多人认为冬季是一个淡季，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呢，一年四季都是旺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冬季有很多的庆典，在北海道、在秋田、在新泻等地呢。我告诉你，因为当天的祭典更加的多有很多种冬季的庆典。为什么？因为冬季来临了，没有像夏天那么炎热人们的心不会浮躁。但是呢，我们做你看从这个广角镜头看有水无？日本人每一当就会搞这一种装置艺术来让大家去看来让所有的人呢能够去欣赏到所有美丽的景色那我说冬天呢大概拢寒的起来闭伫厝内底啥事都不干那这样子其实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呢，这个人也懒散了所以呢，给自己找一个机会让你走出来。都看到不你看那三角锥有水无哟，真的这个白雪季百鸟季啦记得要来这个很漂亮那也让自己呢冬天出来走一走我看起来中老年人当天呢就揪起来就密里出来对哪都不去除非你身体真的不好不然其实呢走走动动总是好的啦。
古林，给我看一下。我带你介绍，这位叫做何时。何时？人伊出国遐侪。然后马路到这个年就路。继续我们的北海道之旅，这个今仔日再出门，你甲看两边啊拢无落雪吼。这当北海道呢，基本当天落雪是做正常的，但是2015年的雪下的比较没有像14年来的那么大哦。这个在日本北海道，如果当你遇到下大雪的时候，哎呦很不得了呢哦。在日本人来讲呢，每天在北方的啦哈，打钢的爱扫雪哦，要清雪哦。把这个雪呢，从屋顶上扫掉，或者从门口给扫掉。先啦，有当下前暝落这个大雪呢，落到差不多到骹踏夫，也是半个人遐悬。我过刚下在门要塞开，拢是拢拍袂开吼，对塔门弄出来哦。所以呢，有时间的光给你铲雪，他们自己家家户户也有买这个铲雪机，尤其是在这个下雪的国家，这个政府呢也有，几乎可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哈，一直在铲雪，让这个马路那在这个路面上呢保持非常畅通，这个下雪的情境哈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哈。那尤其是在雪国这种除雪的动作呢更是少不了。我特别喜欢下雪啦，当然啦，我看唔惊寒哈。以前我感觉落雪所在总带给人家很浪漫的感觉，然后这个雪又很干净啊。加上呢，在台湾热太久了哈，总是觉得冬天就是要有下雪才有这个冬天的气氛哦。一年四季哈都要分明哈，这个人生很快乐哈。看看一年四季不同的美景，你看这个铁道哈。日本的铁道嘛是叫名哈，铁道之旅呢，日本铁道之旅非常多样化，这个哈哇，你看不到，以前对这个日本当今的上野车站，还有这个先后座吧这个寝台列车呢，在16点钟对这个当天坐到这个北海道这个车票嘛无少万几块光这一段的机票就车票火车票的万几块，所以呢，一旦这个铁路边呢加在这个铁道迷呢日以继夜的呢为了抓到这个火车冲过这个下雪积雪路段喷起来那种画面加侪人这个做介翕这个火车所以日本的铁道迷非常的多，台湾也是台湾也是有很多的铁道迷其实坐火车旅游是一个很棒的回忆今天有的人就觉得坐火车很久，但坐火车真的很棒他看到的景色跟坐巴士啦，各早坐飞机可是完全无相同款的景色啦来，咱今晚呢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所在，叫做丹顶鹤自然公园。那个丹顶鹤呢不够，他们在1924年发现只剩下10多只而已，他们就认为可能就不这样保护下来的话，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就不见了。因此，他们在1935年那个就指定为国家的天然纪念物，就是丹顶鹤。那就利用呢这组成了一个川路国丹顶鹤保护会。那之后呢，就是避免人家有人密猎啦，或者是防止它的那个就是捕杀。那结果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活动就停止了。然后后来呢，在1946年，也就是1945年战后的隔一年，就开始又举办这个活动。那在那个1957年的时候呢，为了要让它增殖，就是可以繁殖出来，那就在设立了这个鹤公园。这个我们就称它丹顶鹤公园，但实际上它的名称是叫鹤公园。这个鹤当然就指的丹顶鹤那个就这样然后在那个1958年的丹顶鹤公园就诞生了那他们就利用那个东西来给它吃，然后那个就是抓到这个丹顶鹤之后，就用人工繁殖的方式来造成呢它的那个繁殖下去。那这几个照片大概是他们在那个雪地上或是那个看到的照片它的一些活动。那各位，我讲说它照起来是够天龟，这就丹顶鹤的一个骨架跟它的模型，大概2公尺左右应该跑得掉的然后这一个呢，大概2岁那个，然后它的先端换羽毛要差不多3岁的时候才会换这个羽毛丹顶鹤好多看到了这个是丹顶鹤的标本等下看真的丹顶鹤我们叫日本鹤
中国嘛有丹顶鹤，但中国的东北所在嘛有丹顶鹤哈。这个丹顶鹤呢，这个在中国啊，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仙鹤。那这个头顶有一对红吧哈，红肉冠哈。东北亚呢，你不能把它叫做丹顶鹤哦。那在这个中国呢，很多时候叫它叫做仙鹤哦。那传说中的剧毒鹤顶红呢，就是这个地方，但是纯属谣传啊。一共头顶这个红的叫鹤顶红，很毒啊，那是谣传啊。所以呢，它慢慢它就啄破，就跟鸡一样，啄破之后自己跑出来。那你看它小的时候这么小哦，长大的时候那么大。哦，那这边呢？是他跟他的做的那个蛋壳哈，大概就是模仿了啦哈，应该因为蛋壳孵化出来之后就没有，所以他做的那个大概颜色跟那个大小是这样啊。然后这个大概5天，这个在身后9天，你看那个身后5天跟39天1个月你要查一下对，还蛮大的哈。大了1倍以上。那这个是身后3个月就变这么大，所以这个鹤在成长哦，比那个鸡啊，比那个都还快哦。那这一个，然后真正的哈，那个丹顶鹤上面是有红色的部分的啊。一起的话哈，而且它为什么不会飞？很多人就问说它为什么不会飞？那羽毛尖端那个地方跟它拔掉了，它飞不了了。飞行羽毛。把它拔掉。小心哦，这拢这骨嘞哦，快点哦，那家伙都是飞行羽毛啊。哇，真的好冷哦。丹顶鹤每一当要繁殖跟越冬之间的迁徙呢，就在日本的北海道，是当地的这个留鸟啊，就是会留下来的鸟类。我看到不哈，现在这个围绕起来哈，这个是圈养的啊，这个丹顶鹤，在日本的北海道。看到的丹顶鹤是留鸟，它不会进行迁移的哈。这可能跟当天的时阵，当地这个日本人走近呢，有这种组织性的喂食啊哈，食物充足，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丹顶鹤呢，每一年呢，正常来讲，它是要繁殖，在繁殖地跟这个越冬地之间呢做迁徙活动的，反而在了日本北海道，它不走了。那丹顶鹤原本它的栖息地伫沼泽，跟这个沼泽的这个假沼泽来对这个草啊，个假这个沉水当中的鱼啊、虾啊哈，软体动物哦，依季节不同呢有所变化哦。这个大只鸟啊呢，每一当换这个换羽毛哈，换能到哦，春季叫做夏雨，冬季叫做冬雨哦。那它在换羽毛的时候呢？会完全失去飞行的功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以前的猎人呢所抓起来哦，取它的皮毛哦，所以曾经丹顶鹤呢有面临到非常危险的这个绝迹的情况哦，而且呢，以这个繁殖季呢，每一当的3月份开始呢，它都在这个湿地上面筑巢，那而且呢，它生的这个鸟类的这个胎数无盖济哈，拢一只呢哦。那东亚地区的居民呢，认为丹顶鹤象征的这个幸福、吉祥、长寿哦，所以当这个东北的所在呢，拢会使这只不是啊哈，这只是这个猫头鹰，敢不是啊？可能应该是鸠啦哈，猫头鹰早上在干什么哈？不可能哈啊，这个是乌鸦啊，这个一只是鸠，一只是乌鸦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呢，其实就已经有出现丹顶鹤的铜制品雕像了哦，所以这个丹顶鹤呢，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呢，算是一直以来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物啦啊。那这里除了呢圈养的丹顶鹤之外呢，还有这个留鸟哦，它当然看的那个就是留鸟哦，没走的啦哈，就是一直留伫这个北海道哈。那给我看了这个鸭星诶哈，还都鸭星，你来看伊这顶管哈，迄是买红接近啦哈，这飞出来。这个日本8世纪的皇族呢，也看得到当时丹顶鹤的作品哦。你看看哈，这个上面它飞不走哦，尤其是呢，它现在呢，是湿地保护区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动物哈。那这里面这个乌鸦就不是圈养，不需要的哈，这个乌鸦到处都有啊。日本北海道有原住民哦，这个原住民叫做阿伊努人，他这个把穿入湿地的丹顶鹤呢，称为叫做湿地之神哦。
目前呢，他们面临着非常多的这一个危害。最大的危害其实就来自于东亚地区对丹顶鹤的羽毛跟器官的需求，就是中国啦哦。快加快加，一直走去。那我说北海道其实非常适合亲子旅游啊，带小朋友来滑雪，带孙啊来滑雪，顺便看看这个野生动物、大自然环境。哇，去哪里找啊？哦，那这不是鸟哈，那个是飞机啊！忽然间跑了一台飞机过来啊。